大家好，我是在新西兰从事房地产30年的 Frank。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邀请美女贷款经理来跟我们谈一下贷款，因为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回响非常的热烈。谢谢 Frank 邀请。大家好，我是 Ega 信贷的商业和民宅贷款顾问 Rachel， 很高兴再次受到 Frank 的邀请，能跟大家今天来谈谈利率的问题。我们真是太开心了。那我首先的问题就是年底了，马上到2024，那利率的走势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那如果要贷款，是要贷半年的、18个月，或者2年、5年的？这是很好的问题啊！现在市场上一般的这个预判和经济学家的这个预期呢，是在明年年中和年底的时候呢，利率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主要还是取决于咱们央行控制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知道，这个央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到1%到3%之间。那是有点困难，1到3，没错，短期可能无法达成。没错，现在最新的数据呢是指到了5.6，所以我们也知道离这个目标值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即便是下降呢，市场预判还是一个稳步下降，在一段时间内呢，利率还是持续在一个高位的。所以大幅下降这个可能性非常低了。没错，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考虑到固定多少年，如果说固定半年的话，就相当于是明年5月和6月，你又要面临一个要固定利率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利率还未下降那你的利率又是固定在了高位。所以这样子的话，绝大多数由于这个原因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客户呢，现在普遍选择还是12个月或者18个月的利率。另外呢，跟2年的这个利率相比呢，现在最好的这个市场能做到的1年利率呢是6.99，18个月呢也最好能做到这个主流银行做到6.99，2年的利率呢最好能做到是6.8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年的利率这个6.85其实跟6.99相差不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客户选择的还是12个月或者18个月的原因。根据我们专业的 Rachel 的见解，最好的期间应该是12个月或者18个月。对，所以接下来利率怎么走势呢？在半年之内，我们还是会预见这个利率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那在1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率会有这个下降的趋势。2年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利率是一个稳步下降的一个过程当中。那这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未来的1年、2年之后，可能利息的负担对某些贷款人来讲会减轻一些很多了。这次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主流银行和一些小银行之间的一些区别。有差别吗？譬如说 ANZ、ASB 贷款跟小的不知名的银行有什么差别呢？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主流银行4大或者5大呢，这个贷款呢，如果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士来说跟小银行相比呢，它贷款严格是稍微严格一些。但是跟小银行相比主流银行贷的款呢，反而会更高一些。就是比如 ANZ、ASB 它贷款额度会高一些。对，当然根据客户的情况具体分析。那有些客户我们会遇到他的这个信用记录不太好，或者说有些客户呢，他刚刚开始创业还不到1年，甚至有些客户呢，他只有这个开发的收入。像这样子一些情况呢，主流银行是不认可的，但是小银行是认可的。各位客户如果在选择银行的时候有疑难，我觉得应该要找 Rachel 帮您分析说明，找到最适当的银行来完成你的贷款申请跟批准。没错，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不确定自己需要应该是走哪个银行的话，也欢迎和我联络。有些客户呢在问我说，他去申请贷款需要提供1年到3年的财务报表，这个是必须的吗？这个财务报表呢是只针对自雇人士来说的。自雇人士，也就是说房屋中介他自己做生意的一个小生意的老板，或者说哪怕是牙医，他在外面自己开诊所，这个叫自雇人士。没错。如果你做老师拿这个学校的薪水，这个就不叫做自雇人士凡是被聘用的人士呢，都不是自雇人士。那财务报表呢是只针对自雇人士来说的。现在一般主流银行呢是需要至少1年的这个财务报表。1年OK。对。那他的收入自雇人士的收入应该达到多少的标准比较容易申请到贷款？这个因为我们的自雇的收入呢，决定咱们最后的这个贷款的额度。所以如果咱们自雇收入过低或者甚至是一个亏损的话，是很难贷款的。尤其是咱们这个亏损会影响你接下来2年的这个贷款计划。所以你在做这个有贷款计划的这个前提之下，你在做财报之前呢，最好和你的会计呢沟通好。比较荣景的时候，生意很大的时候，财务报表可能好一些，那么贷款就相对容易一些。对，是不是房屋的建材不同，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审批的过程？
那譬如它是一个石膏板 plaster 的外墙，跟是全砖瓦的外墙，那么在申请贷款的时候有差别吗？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一般来说呢，砖瓦房呢，它的结构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标出在这个买卖合同上面有问题的话呢，银行一般不太会要求做这个物检报告，那这个贷款的审批呢也会比较顺利的通过。但是如果咱们遇到石膏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漏水房或者 plaster 这样的房子呢，银行是一定会要求做这个物检报告的，并且呢，它对这个物检报告是有要求的。哦，这个是由屋主来做物检报告，还是买家，还是由银行自行来找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一般来说呢，提供物检报告呢，有些银行是要求买家来做这个物检报告的，银行不会专门去找一个物检人员去做这个物检报告，但是有可能呢是银行不会接受卖家出具的物检报告，所以这样也是有可能的。根据物检报告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如果是没有湿度的问题，那银行会通过这个贷款的申请但如果有这个湿度问题比较小的话，银行可能会降低这个贷款额度，比较大的这个湿度问题，银行甚至可以拒贷。所以最后银行决定是贷款多少呢？还是要把这个物检报告发给银行最后的采取。所以如果是石膏板的房子，如果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小的有湿的问题或漏水的问题，银行也许会批这个贷款，有可能会批，但是还是要把这个物检报告发给银行做最后的裁判。好的。那如果这个房子有增建因为屋主可能需要多一个浴室或马桶、厕所，他自己加建了，但是没有去申请 CCC， 那么就是所谓不合法的。那他这个房子里面有不合法的马桶或者浴室或者厨房等等或者房间等等，那在申请贷款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影响？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样也是可以去贷款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马桶不合法呢，一般银行会要求呢，在这个交割日之前把这个违建的部分拆除，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证据，比如说拆除之后的照片由双方的这个律师作为这个确认之后呢，贷款就可以批下来了。但是另外要注意一点，如果说违建是涉及到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底层呢建立一个这个车库，而且涉及到这个结构性的木梁，那这样子的话，即便拆除了，因为对结构有影响，银行也可能是拒批的不会接受你这个物业的，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对，结构性的改动不合法，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灾难，就不容易取得贷款了。那现在很多房子是用 auction 拍卖，那这个你有什么建议没有？那通常一个好的房地产的中介或顾问都会建议他的客户先把 lien report 还有物检报告、title 还有合约等等资料先发给买家，没错，以及买家的律师以及他的银行专业经理人，让他去做一个审核，如果 OK 了，才准许这个买家去参加拍卖，因为它是无条件的一个状况。没错，这也是我一再跟客户强调的如果我们收到了预批呢，只是说明银行对你的收入审批通过了，但是不确定的是银行对你的这个物业接不接受。所以就像 Frank 刚才说的，在你参加这个拍卖也就是无条件，或者说你要下无条件 offer 之前，一定要把相关的这些房产资料发给贷款顾问做行审阅。通过了银行的审批通过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无条件的拍卖或者下 offer。对，参加 auction 有时候是冒着风险的，那它是无条件，所以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银行去审批这些文件，是蛮危险的。虽然你有预批，不代表最后一定会预批通过。没错，2年前的贷款利息是2% 左右最低了。那现在之后呢，就陆续的大幅的增加，现在到7点多%贷款利息。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收入下降或者被裁员、失业等等，会还不出这么高的一个贷款的利息，那怎么办呢？银行呢是这个不愿意把我们的房子做这个 mortgage sale 也是我们所说的法拍这个是最后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到达这个法拍这个步骤之前呢，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帮助到我们。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来的还不了贷款。
那有可能是因为你有其他的，比如说个人贷车贷，因为这样的贷款的利息比较高造成你的还款压力，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好解决，通过整合你的贷款结构就可以解决了。但如果是只有房贷，而房贷还不出来贷款的话，有2种方式可以先尝试一下。第一种是我们可以申请止还利息或者延长止还利息。第二种是通过我们延长我们的贷款年限，这样也可以缓解你每个月的这个还款压力。如果上述的2种方法都不行的话，怎么办？如果上述2种方法都不行的话，主流银行一般都会有一个叫 hardship 小组也就是还款困难小组呢，给我们提供帮助。一般来说呢，是可以暂停你的这个还款一般暂停还款呢是3个月，但是暂停还款之间的这些产生的利息也会最后叠加到你的这个头上所以还款之后你的利息可能会比之前反而会更高。所以暂停3个月不代表你不用付利息，而是这个利息未来会加上去。没错，所以这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周转方案。所以有时候朋友就是在处于这样的困难的朋友呢，需要考虑是不是利用这3个月的时间呢，可以把你的房子自行的去上市把它卖了。因为如果3个月之后你还是还不出来款，那可能就会面临这个法拍的最终的这一步。那与其让这个银行去法拍你的房子还不如你自己可以去上市拍卖，因为你自己上市拍卖的话，你的选择更多你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更好。对，很多的买家都非常的担心去买法拍屋，因为太恐怖了里面的 chattel 这个是不是好的不知道，能不能进去看也不知道，通常很多都进不去的。所以呢，既然要用法拍的话，还不如是自己把它卖掉比较好一点。对，从贷款角度来说呢，银行也是对这个法拍屋会着重这个考虑的，所以有些人不愿意去买这个法拍屋也是有原因的。这样的话呢，必然是对这个法拍屋的价格会有影响。是的。那最后Rachel 您对我们有什么一个提醒或建议？我在这边呢有个小的提醒有些朋友呢现在是在只还利息贷款的情况下，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说可能自己的只还利息明年就会到期了。我这边想提醒一下朋友们，看看自己的只还利息的到期日是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到期，因为我们知道明年的利率还是会维持在高位的，那这样的到期的话呢，会对你的这个每个月的还款呢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到时候你面临的就是本息和利息一起还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希望朋友呢可以提前去看一下，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那我们做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计划，可以帮你整合你的贷款结构。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Rachel 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们分享这么有知识性的经验跟提议建议让我们收获满满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尽管的来问我们的贷款专家 Rachel。谢谢 Frank 的邀请，也感谢我们这几期的分享，能让大家有非常好的收获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也欢迎和我联络我的微信和联系方式在下面。谢谢，谢谢。欢迎您点赞、分享、订阅，谢谢。